那么张医生，对于腹泻，特别是慢性的腹泻公众存在排毒的误区，请您呢从专业的角度剖析一下，长期慢性腹泻不处理的危害是什么？正确的诊断思路又该是怎样的呢？好的，主持人，您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且危害极大的误区认为腹泻是在排毒我们必须在这里郑重的纠正，慢性腹泻不是排毒，而是身体营养和生命能量的严重流失这个观念一定要扭转。长期慢性腹泻不处理会带来4个层面的严重危害。第一，营养的消耗与恶液质的风险。腹泻意味着吃进去的营养素还没有来得及被吸收就匆匆排出了体外会导致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特别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 和 B12，还有矿物质，比如说铁、钙，还有电解质，比如说钾、钠等等，持续性的丢失。那后果就是会有进行性的消瘦、水肿、骨质疏松，最终可能会导致免疫力的全面崩溃出现极度衰弱的一个恶液质状态。第二，则会掩盖并加速原发疾病的进展。腹泻本身呢是一个症状，它的背后呢可能隐藏着真正的元凶比如说炎症性肠病，像溃疡性结肠炎，像克罗恩病，那甚至是结肠癌，特别是右半结肠癌如果只是简单的吃止泻药就相当于把这个警报给关掉了却放任这个火势的蔓延，则会错失治疗的一个重大的最好的时机。第三，就是继发性的感染和并发症。长期腹泻会严重影响肠道黏膜的屏障就像城墙它破了一个洞肠道内的细菌和内毒素就可能趁虚而入，进入到血液中，从而引发难以抑制的全身性感染，叫菌血症或者叫脓毒血症，那这都是非常危险的。第四，就是会严重降低生活质量，患者会因为频繁的腹泻、腹痛而不敢出门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社交，会陷入到焦虑和抑郁当中，所以生活质量也会一落千丈。所以当我们面对慢性腹泻的时候，正确的做法不是置之不理，或者说一味止泻而是要像侦探破案一样，遵循一个科学的阶梯式的诊断思路，找到根本原因。那第一步要进行详细的问诊和基础检查医生会详细询问患者的病史，比如说腹泻多久了，一天有多少次，粪便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水样便，有没有糊状便，有没有脓血便，有没有腹痛，有没有体重下降，近期用的药物是什么呀，有没有旅行史。同时呢还会安排一些必须做的基础检查，比如说粪便检查，包括粪便常规、粪便潜血以及细菌培养，看一下有没有感染，有没有炎症，有没有粪便潜血。然后是血液检查，我们要查血常规，看病人是否有贫血，要查电解质，看电解质是否有紊乱，要查炎症指标 C 反应蛋白，查血沉，查甲状腺功能。那第二步就需要根据线索进行深入的筛查如果怀疑有结直肠的病变，我们要做肠镜检查，要进行活检，这也是确定是否是肠癌的金标准，它能够直观的观察到肠道内部的情况，进行组织的活体病理诊断，排除肿瘤，排除炎症性肠病，最关键的一步。那如果怀疑小肠有问题，或者说吸收不良，那可能会建议病人做小肠内镜进行胃镜和结肠镜都看不到的一个盲区的探索那如果怀疑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或者是有乳糖不耐，那我们还可以进行呼气实验呼气实验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无创的检查。再就是如果怀疑胰腺功能不足，那我们也需要进行粪便弹性蛋白酶的检测。第三步就需要进行对因和综合治疗诊断明确之后，治疗才能有的放矢。这也是感染就用抗生素是炎症性肠病就用抗炎药，是菌群失调那就调节菌群，那是肿瘤则需要手术就非常明确的知道治疗的过程了。那当然在整个过程中呢，还需要进行营养支持，进行水电解质的纠正防止脱水，必要的时候还需要进行营养的干预。那总结来说呢，就是对待慢性腹泻，我们要彻底摒弃慢性腹泻是排毒这样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要树立起寻因治本的科学态度。它是一个需要系统管理的健康警报。正确的路径就是由浅入深的检查，再到病根儿，找到病根再进行治疗，需要同时进行全力的保养。看来我们对待这个慢性腹泻必须彻底抛弃排毒的这个错误观念。
因为它不是身体在排毒，而是我们身体内宝贵的营养和水分在流失。拖延呢，会导致人越来越虚弱，免疫力呢还会崩溃，还可能让背后的真凶，比如说炎症或者是肿瘤呢，逍遥法外，越长越大。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像侦探破案一样，先做基础检查，寻找线索，然后呢，再根据线索进行更精准的深入检查，比如说做肠镜啊、呼气实验等等，找到根本的原因。最后呢，再针对这个原因呢，再进行治疗。同时呢，把营养支持跟上，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绝非一包止泻药就能解决的。